北极，地球最后的边疆。1万多年前，人类踏上这片极寒之地，与冰雪为伴，繁衍生息。斗转星移，曾经无边的白色世界开始改变。人来物往，外部文明加速融入极限之地，极北人家又该如何演绎新的传奇？现在是3月份，北极迎来了新的一年。太阳已经3个月没有升上地平线，挨过了黑暗而漫长的冬季，阳光终于重新照在这片白雪皑皑的土地上。格陵兰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伊利米纳克坐落在格陵兰的西岸。村里的人都出来活动了。对于这里的人来说，高升的太阳标志着狩猎季的开始，数不胜数的捕食机会在向他们招手。夏木是因纽特人，他居住的小镇上只有27户人家，坐落在靠近海面的山脚下。夏木的妻子努努正在照顾小雪橇犬，这些小家伙才出生1个多星期。更多新出生的小雪橇犬意味着需要捕到更多的猎物喂养它们。夏木带着他的12只雪橇犬准备出发了。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将穿越冰封海面，到达捕猎区。因为狗吃得多，需要花精力照顾。很多格陵兰人已经不用狗拉雪橇了，改用雪地摩托。夏木是村里唯一一个还坚持用狗拉雪橇的人。算上新出生的5只小狗，夏木一共有26只雪橇犬。它们的主要食物就是海豹肉。这些家伙非常能吃，一整头海豹只够它们1个星期的口粮。春季和秋季是重要的狩猎季节，夏木必须在这段时间集中捕猎。冰面还没有完全融化，狗拉雪橇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夏木说，最近2年天气变暖和了，冰面很早就开始融化，雪橇车容易陷进冰缝里，狩猎的范围缩小了不少。为了不让雪橇犬们挨饿，夏木不得不从商店买些狗粮，和少量海豹肉混在一起喂。实在没有肉了，就喂它们吃比目鱼。
到了狩猎点，猎人们马上开始工作。首先要在1米厚的冰面上开个洞，把冻鱼肉系在鱼钩上，慢慢地把网放入洞口。鱼线有上百米长，猎人要等上1整天，才能知道有没有收获。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该拉网了。今天收获颇丰，有了1只海豹和好几只比目鱼，雪橇犬们可以美餐一顿了。冬季，气温会降到零下30度，天气寒冷，狗更是每天都要进食来维持体温。但连续数周的暴风雪把人们困在家里，渔船被冻在港口不能动弹。夏目对这个情况心知肚明，他要抓紧利用好短暂的春天，挣够15000克朗才足够过冬，这相当于14000元人民币。在家里，妻子努努已经在准备晚餐了。这是今天刚刚打上来的比目鱼。他们2年前才搬进这个新房子，房子是丹麦政府统一建造的。他们申请之后，等了好几年才批准下来。在格陵兰，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空运进来的。房屋成本非常昂贵，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建造，再低价租给居民。村子里有个小超市，牛奶、果蔬、牛肉一应俱全，但是当地人还是更喜欢海豹肉和比目鱼，这些菜才是餐桌上的大餐。饭快做好了，但夏目还不能休息，他还要为今晚出海打鱼做准备。春夏季节对于居住在这里的人非常重要，要趁着温暖的时候储存足够的食物。夏目需要在天黑之前做好1000个鱼饵，未来3天，夏目都要在船上度过了。Приехали Сангоно, Марангану, Сюки, Тусяну, Тава, Пушняхна, Каранян. Камушины, Пушняхна, Сюкумитен, Каранян.夏目和努努有2个孩子，大儿子已经7岁了，但并没有对驾驶雪橇产生任何兴趣。夏目回忆，自己小的时候最崇拜的就是猎人，可孩子们却不这么想。新技术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带入孩子们的视线。尽管满肚子的经验无处安放，夏目还是支持儿子当飞行员的梦想。他说，孩子有更多选择也是一种进步。
夏目是承接祖先和下一代的纽链，眼看着年轻人被飞机、电视、网络吸引，他也乐见其成。只是自己一辈子在冰原上出生入死的故事，将封存在雪地中，少有人品味和赞叹。好在学校里，老师还在尽力让孩子们接触传统技能和自然环境。The game is about hunting, security in hunting. Eight animals. Seal, bear. If he answers right, he can go forward some animals. Hunting has always been part of Inuit life. It's the part of Inuit culture. We do hunting. We've never been farmers, or we've never had domestic animals or anything like that. So what we do is hunting, and we hunt wild game. So it's a part of the way we live. We eat a lot of meat this way too, and we kind of like that. It's necessary to keep warm. 当地人笃信，人和动物并非捕猎的关系，而是合作关系。猎人能捕到猎物，不是因为技术高超，而是猎物主动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让人们的生活得以延续。猎人们也随时准备好将自己的性命交还给这片大地。在环境恶劣的北极地区，人类渺小而谦卑，每一次狩猎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和大自然讨生活。夏目还延续着打猎的生活，遵循着古老的自然法则。孩子们则开始调整和适应着这些新变化。未来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只有这些孩子们知道。自人类诞生以来，经历了不断的繁衍和迁徙，占据了除南北极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大约1万年前，因纽特人从亚洲出发，穿越白令海峡，抵达美洲。这时，美洲已是印第安人的天下，他们被迫生活在冰封大地的北极地区，靠惊人的适应能力，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不息。不同地区的因纽特人对自己有着不同的称呼。据基因测试类比，因纽特人与蒙古人的基因序列最为接近。如今，他们稀疏地分布在格陵兰、阿拉斯加、加拿大、俄罗斯东部等地区。萨米人被称为欧洲的最后一个少数民族，靠放牧驯鹿为生的萨米人过着游牧迁徙的生活，分布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西部。
We cut them with knife when they're very little, 3 weeks old. Then we mark them with knife, and it's like piercing. This is my son's mark, and this cut here is the traditional family mark. This is a very old mark, maybe 100 years old. So it's the tradition. And we have this technique to tie them up. It's don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with the Sami people, and it doesn't hurt the reindeer. This is a male, and he is born last year. It's 1.5 years. Because I'm going to take him to the other reindeer, to the big herd, because he's been home for eat and get fat, so I can put him back to the others. And the males are getting a little bit tired. We are taking 4 with us. Yes, now we will let them go to the freedom, to the others.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尼尔斯还有最后一项任务没有完成，他要带领头鹿和另外几只强壮的公鹿回家，放在后院里养起来，参加1周后在特罗姆瑟举行的驯鹿赛跑。雄鹿可不像小鹿那么容易屈服，尼尔斯已经满头大汗了。终于，雄鹿意识到自己不是尼尔斯的对手，乖乖就范。昏黄的车灯在雪地里射出一条小径，尼尔斯终于可以回家了。For us, the reindeer is everything. You know, you use reindeer for transportation in all time. They carry the sledge. You put things on the back. You use the antlers for handicraft, for the knives, for everything. You use the skin for clothing, for getting warm. The ligament you use as a sewing. What is it? You need the bone for making needles and things. So you use the meat, of course, for eating. The stomach for put blood into, dry the blood to eat. So you really use the whole animal. Life is depending on it. And the reindeer is depending on the functional nature. 驯鹿在1年中不断的迁徙，迁徙的方向由食物决定。在冬天，它们吃地衣；在秋天吃蘑菇；到了春夏，则吃树叶或者青草。它们强大的嗅觉可以闻到雪下半米深小草的气味。萨米人驯养驯鹿的历史，要比世界上其他民族驯养马匹的历史还要早好几个世纪。萨米人有句谚语：驯鹿用鼻子而不是眼睛思考，它们随风而行。驯鹿的家园没有国界，萨米人也是。欧洲和俄罗斯北部散布着约7万萨米人，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一直以来在欧洲北部自由地放牧，直到现代意义的国界把他们分割成不同国家的公民。驯鹿赛跑比赛是萨米人聚会的好机会。来自挪威、芬兰、俄罗斯和瑞典的年轻萨米人聚集到北极圈内第2大城市特罗姆瑟来一较高下。每年的2月6日是萨米人的纪念日，从1917年开始，已经持续了100年。2月份整整1个月的时间里，
欧洲北部城市的萨米人都在举行各种集市和庆典。这是驯鹿版的《速度与激情》，选手们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现代的滑雪比赛服搭配传统的驯鹿驾驶技术，这些年轻人正在为古老的传统注入新的活力。离赛场不远的瑞典城市基律纳，一个年轻人在用另外一种方式追逐祖先留下的宝藏。拉巴是萨米手工艺人，用鲸鱼骨、鹿角、树枝雕刻出一件件精美的摆件。传统的花纹、古朴的样式，一雕一磨之间，细微之处尽显匠人之心。I believe it's important for people like me, for example, to take all those old patterns and the tradition, the culture, just how keep it alive. And I know everyone in Sami culture are asking for these kinds of products to be something that lives, not that museums actually being used. And that's a good way to keep the culture living. 拉巴的手艺师承于约克莫克的萨米学校，这里系统地传授萨米技术和萨米知识。语言课上，老师用精确的萨米词汇描述积雪的厚度；工艺品课上，驯鹿皮被制成防寒的衣服；烹饪课上，鲜嫩的驯鹿肉放入烤箱。凯佳是烹饪课的老师，在这里教课已经有3年时间了。他教同学们如何烹饪鹿肉丸、鹿肉汤、鲜肉布丁等传统萨米佳肴。但是他的愿望远不止教课这么简单，他希望让传统饮食更加唾手可得。Ja, det är ett samiskt projekt och vi vänder oss till de unga vuxna samerna och även de som är på väg att etablera ett företag i livsmedel. Jag och i projektets anda är det ju jätteviktigt att återta gamla kunskaper som håller på att förloras i Sápmi. 斯多卡夫妇在萨米学校教授音乐课，他们还在约克莫克开了一家手工艺店，店里的每一件商品都出自他们2人之手，无论是手工艺品还是萨米吟唱约伊克，聊起来都是滔滔不绝。This is a yoik to the land. That's my tribe. Yoiking, that means singing in Sami language. Sometimes they refer to yoik as the oldest now living music tradition in Europe, so it has quite old roots. Animal yoiks, but it's the yoik to the yak rabbit. So it depicts the way the yak rabbit. Since I was a small kid, yoik has always spoken to me. So it has been quite a part of my life, actually. 在欧洲，像拉巴和斯多卡这样的年轻萨米人越来越多。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磨灭他们对传统的向往，他们重新学习萨米语言、文字和传统手工艺，还原父辈生活中对自然的眷恋。下了一夜的雪，气温降到了-28度。清晨，萨米老人于兹正准备带着孙子孙女们去郊外清扫萨米帐篷。于兹的儿子去放牧驯鹿了，已经离开家1个多星期，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于兹和儿媳妇张罗。不过这些活儿对于于兹来说并不陌生。No muistella nieve hajtsi nieve. No joo. Vi kalkapasti joka tatsakot. No mun on rekaalan käsimaanus, valmahpäivi, mehtis, koodis, tuottaris. Ja kun te velvehastuurun, te mun peisen ahtimeltä raitustalla hulkitako piemuu vedjet. Ja minä olen hehorundan unnaviisut ja sämpö. Teko december, januari, februari, mars, april. No, den viktiga man och mer når ut talvetten den odda fina vis. Tamilikouraha. Tällä hirpmapuolella. Ja nuppille vastaan tähästä. No tällä hirpmapuolella mimällä heillään tämän puolessaikki, mitä että missä täällä isossa alki. Tuossa ponjasti tällä. Tällä koman liiju naumana ja vuonna. 萨米人中有将近1/10继续从事和驯鹿有关的工作。驯鹿放牧不再只是萨米人的生计，更是一种身份认同。I grew up reindeer. The reindeer has the animal have always been in the center of the reindeer, and I think it's a little bit of a philosophical question also. We are part of nature. Both the human is one part of the nature, as the reindeer are. We're living in symbiose with each other. You can't say, "Oh, we are humans. We are much better than all the rest of the other animals on the planet. We're just one of them." And we are so stupid that we try to destroy the planet we live in. No other animals, that's you. 萨米人的传说中，是驯鹿创造了世界。它们的毛发变成树林和草地，它们的血变成了河流，头盖骨形成了天空，眼睛就是这天上的星辰。萨米人相信，驯鹿是属于太阳和风的，只是借给了人类而已。只要驯鹿获得自由，它们总是会再回来，就好像太阳和风一样。短暂的夏季终于到来，阳光爬过一望无际的针叶林，洗去数月的寒冷。这里是东西伯利亚，北极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俄罗斯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北极圈内土地面积最广的国家。横跨9个时区，拥有超过40个少数民族。俄罗斯萨哈共和国大小与印度相似，人口却只有不到100万。这里的主人是雅库特人，俄罗斯的少数民族之一，靠在蛮荒的北极地区放牧为生。游牧的日子没有固定的学校和医院，生活中的绝对权威和精神寄托就是萨满祭司。
库兰是一名萨满祭司，明天他要带着人们到郊外的萨满塔祈福。库兰第一次接触萨满教是在11年前，家里有人高烧不退，去找萨满祭司寻求帮助。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萨满祭司和天神沟通的仪式。萨满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萨满祭司也曾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宣称有治病、占卜和控制天气的神力。库兰要去的萨满塔在巴雷克塔赫的郊外，乘船40多分钟才能到达。萨满塔是政府在2012年筹资兴建的。上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曾禁止萨满教仪式。萨满意为智者和通晓。萨满教认为天地万物皆有灵魂，有修为的萨满祭司可以通过法事与自然中的灵魂沟通，来解答生活中的困惑，去除疾患。萨满祭司通过唱歌和神灵沟通，好让神灵赶紧附在祭司的身上。库兰用的是口弦琴，是萨哈地区的独特乐器。吹奏时，手指轻拨弦尖，用震颤声为神灵引路。Я же не врач или не фельдшер, чтобы работать по определенным органам. Все зависит от са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И все зависит от ситуации, в которую попадал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Все по-новому, все по-разному. Вот в этом свобода шаманизма. Когда шаман чувствует на себе. И во многом шаманы, они не объясняют своих поступков. «北极地区的人们曾长期信奉萨满教，欧洲北部和阿拉斯加都曾流传着萨满祭司的故事。直到300年前，萨满教陆续被基督教取代，现代医疗技术也取代了萨满法事，祭司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只有俄罗斯的偏远地区还有萨满活动。Время уходит. Человек очень много занят своим телефоном. Человек очень много занят своими там размышлениями, интернетом. Он находится в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м потоке с ним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ть с ними. Вот это же жизнь,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Также ощутить свою семью, своих близких. А сейчас человек все это бросает и старается что-то находить, наполнять. 世界尽头的北极地区，古老的信仰依旧存在。旷野就是他们生存的支柱。灵与肉仍在循环往复。萨满借由这股神秘力量，为这些人指引着方向。阿拉斯加位于北美大陆西北端。1745年起，俄国猎人首先在这里建立了狩猎基地，捕杀海獭，出售皮毛。短短100年间，海獭几乎绝迹。1867年，俄国将阿拉斯加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这是世界土地交易史上面积最大的一笔交易，平均单价每英亩才2美分。
巴罗是阿拉斯加最北端的一个镇，这里有5000多居民。每年的4月份和8月份都是捕鲸的关键时期。Whaling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 provides food. The whale is a large animal. It's a community event. 亨利是巴罗地区野生动物管理部的副部长，管理所有的原住民捕猎活动。And to be able to provide food for the community, we all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go hunt, cut the trail, to go hunt, bring it on top of the ice, to do the butchering, to share the whale with the other community members. They'll get portions of the whale after when we're done cutting and butchering the whale. Then we divide it for whaling crews, for the successful whaling captain to feed the community. There's different times when we have a feast. 这头鲸鱼有8米多长，需要叉车才能拖到岸上。村民将鲸鱼肉均匀地切割成小块，把鲸鱼的肥肉煮熟，这可是最精华的部分。鲸鱼是全村人的财产，捕到鲸鱼，全村都不会挨饿。The wives stay busy all night cooking, the meat, the muscle, the blubber, and the outer skin we call muktuk. The two pieces together, the blubber, outer skin and the blubber together we call muktuk. And then we also eat the tongue, portions of the tongue, the kidney, the heart, small intestines. We all take from the whale and bring it home to cook and serve for people that are in need and use that for food. 为了度过寒冬，村民还会将鲸鱼肉冷冻起来，切成小块，方便取用。政府和国际捕鲸委员会允许因纽特人继续捕鲸这项传统，用配额制度严格控制捕鲸数量。北极陆脊鲸大约在1.1万头左右。政府允许因纽特人每年的捕鲸数量不得超过总量的1%。尽管如此，持续了上千年的传统习俗仍在遭受空前的危机。亨利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出去捕猎一次要持续2周到3周的时间。现在有了固定工作，要朝9晚5地坐在办公桌前，不能去冰原上追踪猎物了。这让狩猎难上加难。没有人知道动物跑到哪里去了。除了生活习惯的变化，它还面临其他挑战。Bless the food in Jesus' name. 亨利有一个大家庭，2个女儿，2个儿子。二儿子今年30岁，被诊断出患有脑瘤，去年刚刚做了开颅手术。像肿瘤、化疗、核磁共振这些名词，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身边也没有案例可以参考。他一度惶恐和迷茫，就像在暴风雪中迷失了方向。晚上，船长又捕到一只鲸鱼，这只比白天的还要大1倍，连叉车都无法抬起。然而，短暂的丰收安慰不了当地人心中的躁动。巴罗所在的北坡地区盛产石油和天然气，已经有几家能源公司有兴趣开发。如果项目启动，每年能给这里带来约40亿美元的收入。但矛盾也因此发酵。支持者希望油田带来更多税收和就业机会，石油收入可以用来修建学校和增加养老金。反对者则担心，
石油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之后，会剩下个烂摊子留给住在这里的人们。If people depend on the environment for our food, our culture, and you're right, they have developed a stro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But we also depend on continued development for our communities. So the power plant, the roads, the health clinics, the schools, the fire department, everything that's in our communities today is here because supported by local taxes paid by the oil industry. So it seems like a conflict. 理查德是因纽特人，他代表巴罗市民与石油公司进行谈判，见证了小镇从平静到躁动的过程。在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地区，均已探明有大量的石油和贵金属等矿产资源。动物组织和环保组织均不赞成大规模开采，认为这会对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破坏。但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也有另外的考虑。A lot of different opinions towards utilizing the minerals and oil. Now it's our turn to gain some wealth in Greenland. Then the Western countries says, no, don't do it because we have to preserve the biodiversity in Arctic. But what will we live off if we don't use the possibilities within the minerals and oil? It's kind of difficult to see what other opportunities we have. 这里发生的事情是地球上很多村落的缩影。旧时的轮转已经被打破，时光疏忽，一群人要背负数代人前进的行囊，追赶世界的节奏。从过去的飞鹰走犬到眼前的高楼大厦，有对未来的疑虑，但更多的是追赶的急切。We can't be the world's free country museum kind of, because we have to have some money. When I get older and live in the oldest home, then we'll need some money back. Till then, in about 1 billion or 2 billion kroners, Danish kroners, welfare organizations that is saying, don't do it because it's going to ruin Arctic nature and so forth. Then I ask you to myself, I say, what then? What shall we live off? 北极被称为地球环境的金丝雀。金丝雀通常被放到矿井下，检测矿井中瓦斯气体的浓度。只要有非常轻微的瓦斯泄漏，金丝雀便会死去。And that Arctic is kind of a canary bird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cause if we survive here, then you guys and on other places on the earth, you'll survive. To have the aspiration of getting more wealthier and more self-sufficient. 电钻开始轰鸣，开发北极地下财富的发令枪已经响起，新的机会浮出水面。但如果方法错误，代价将难以想象。发展与平衡，传统与现代，生活在北极圈里的人们，需要不断地感知和调整人类与自然微妙平衡的支点。天色逐渐暗了下来，北极地区即将迎来漫长的冬天。从11月起，巴罗地区将进入极夜，在未来的65天时间里都看不到太阳。但是生活一切照旧，人们像平时一样起床、工作、拜访朋友。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天色越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会越近。大家会聚在一起讲故事，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家庭氛围。对于北极地区的人来说，
不一定是有血缘关系的才算家人，朋友也算是家人。The snow is a necessity to survive. Snow is who we are because we were born in this place and we adapt to the place and we need the snow and the darkness. If we leave and move somewhere else, we would lose our identity. Like we would miss being here. 北极虽然寒冷，却居住着最热情、最有个性的人们。近100年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剧烈变化，父辈们描绘的规则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现代社会的居民，还是生养在这里的原住民，都要重新学习如何使用这片土地。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气候变化，在北极地区会被加倍放大，而这里的变化也将影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北极不是一个孤单的原点，无论我们未来将如何行动，都要记住，这里的人们与我们休戚与共。